最近有一些新朋友都在問筆刷，這一期就做一個筆刷分享吧。雖然我之前是做過了啦，但是這次就會有增加一些新的筆刷，其實就是想要分享一些自己的使用說明之類的。那還是有不會少的環節，說到的東西呢都是瞎說的，本人不會畫畫，都是塗鴉，塗鴉時會有一些思考，但是這不是絕對的，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習慣喜好創造出自己喜歡的用法和思路。就筆刷只是一個工具，要駕馭它，那就直接開始吧。第一種類別的筆刷，我自己的取名是基礎筆刷。也是參考一些畫師的取名。現在看到的這個筆刷，它的紋理就特別的漂亮，但是比較難細化，因為它沒有比較利的邊，然後比較鬆散。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個筆刷是很帥的啦。像我這兩張的練習圖，主要紋理和一些筆刷的質感走的就是這一支。我個人還是覺得這個筆刷是真的很帥的，但是沒辦法刻畫深入。至於為什麼對這個紋理那麼痴迷，是之前看到洪小石老師一段時間的創作裡有這類筆刷紋理的痕跡，然後不知道從哪個老師裡的筆刷庫發現到類似的。但是大家還是別學哈，這樣子有點病態了。對於筆刷的執念，然後這一支我是比較常用到的，就是它做邊過渡都是很好用的，而且它的邊不是那種很利，比較自然。這支就很多大神都在用，波波老師啊、金慶老師啊什麼。然後大家想要畫起來更有信息量的話，可以調這個色彩抖動，這個是我的參數，不會太影響素描關係，但是又可以很豐富，大家也可以自己試着調自己的喜歡的。那這支筆刷呢，有兩個類似的，一個是比較虛柔對比沒那麼強了，一個是對比比較強，紋理比較明顯了。我用的更多的其實是第二支。紋理比較多，看起來比較帥嘛，但是它的紋理不會那麼雜亂，可是紋理的對比強，就畫的沒有那麼實，需要疊筆，或者你需要調壓感。這就是為什麼我的筆刷庫沒整理時會有那麼多一樣的筆刷，因為全都是不一樣參數的，有不一樣色彩抖動參數的，也有壓感參數。然後這一支就很像樹枝一樣的筆刷，也是可以做概括、過渡、卡點什麼的。還有跟大家分享一個概念，這個概念是從黃光健老師那裡理解到的，就是每個筆刷的特性是不一樣的，一個帶有紋理的筆刷是可以發揮很大潛力的，你可以用點的方式利用紋理，也可以像平時一樣塗一點，也可以用排線的，也可以轉圈圈，也可以畫塊面。有了這個概念，其實你用一支筆刷時思路就會開闊了。還有基礎筆刷的特性，在我這裡其實就是比較萬能的，你可以起稿，可以刻畫，可以做氛圍。像現在這一支就是很像方塊的筆刷，它可以畫很多銳利的東西，金屬啊、頭髮啊什麼的，但是不局限啦，只是比較大的優勢是利的邊。然後就是一個超多人愛用的筆刷，我自己也是很愛用了，刻畫、過渡什麼的都是很好用了。然後就是一些頭髮流向的筆刷，做頭髮啊，還有特效什麼的都是很方便的。然後這裡我搞了兩支，一支是會捲的，可以做大的型；一支是直的，可以用來刻畫。然後這一支就是豐富色彩很好用了。我自己用的方式是偏向於點的，因為筆刷比較透明，可以做比較好的過渡顏色。那接下來就是我最近用了非常多的筆刷，肌理類似炭筆，這個就是阮家老師經常用的。我發現很多大佬也是用這支，結果都是家門弟子。果然驗證了那句話，你的老師的老師可能就是阮家老師。這支就非常的好用，也是可以刻畫、過渡、掐點什麼的。但最近我喜歡用它來加一點細微的顏色。用法呢就是轉圈圈，就阮家老師的轉圈圈法。反正這個筆刷怎麼畫都行，很無敵啊。然後它旁邊有一個圖案異樣的，是肌理大小比較大的，一般我都會配合橡皮擦用來做一些透氣。這個技法呢是我看的黃光健老師的，然後這個也是一些類似炭筆顆粒的筆刷。我看一些場景老師就經常用這一支，就很自然畫那些岩石什麼的。這一支呢我就感覺挺難用的，它做排線過渡時會很漂亮，而且可以掐一些很鋒利的，做睫毛什麼的也行。但是它能旋轉的話會比較靈活，需要調一些參數。這個就是那個參數。阮家老師做練習時就有用這支筆，就可以看一下這個效果。還有一些比較扁平的筆刷，適合做場景概念什麼的，你們就自己試吧，我就不一個一個說了。然後就是普通類別，這裡就是一些硬筆啊、噴槍之類的。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是三角形啊，這類的畫一些拐角可以畫得很尖，但是圓形的就沒辦法。還有一些半透明的，可以做起稿用的。噴槍的話，我就自己設置了3種。第一種是沒有邊，而且比較實的；第二種是有邊，用來刻畫也是可以的，就類似半透明的噴槍。最後一個呢，就是又沒有邊，又是半透明的。然後就是一邊柔一邊利的筆刷，有2種，一種是比較透的，一種是比較實的。第一種呢，我是在黄光健老師的筆刷庫裡面偷來的；第二種呢，就是我在Even Lee老師那裡的筆刷偷來的。這個筆刷呢，畫東西就非常的效率，因為一邊利一邊柔，你甚至連刻畫也是可以用它。
然後就是一些常見的圓頭19號筆刷，然後還有一些三角筆刷，然後這個三角筆刷又是從馮偉老師那裡偷來的。然後這個類似於水彩的噴槍，還有一個水彩的畫筆呢，這個又是偷的文英老師的畫筆。但是研發出這個畫筆的老師好像是迪叔，就是 DEOR。迪叔研究了超多水墨風格的一些畫筆，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找。然後就是10邊橢圓啊，我也不懂這是不是正版的啦，這個太多種版本了，反正就是一個半透明的扁扁的筆刷。然後就是氛圍類別，基本上都是一些大面積比較透的筆刷，一般都是用來鋪背景的氛圍什麼的，有一些類似水墨感覺的、雲的感覺的，還有一些就是抽象塊面的。如果覺得噴槍沒有材質很無聊，想要畫面有信息量，這幾支就可以代替噴槍。還有一些類似顏彩的幾支，是我從延遲老師那裡的筆刷庫裡偷來的。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去找找，裡面超多水墨或者顏彩的筆刷。我只是收了一些自己喜歡的，還有一些顆粒的筆刷，我自己是覺得可以作為豐富色彩，或者做一些點點作為細節量。一些畫肖像的畫師，他們也會在前期鋪色的時候用這種斑點筆刷。然後還有一些就自己去嘗試吧，我就不全部都說了。再來呢，就是紋理類別。我的畫呢，很大一部分就是因為這些筆刷，然後增加一些假的信息量，像一些很裝逼的材質啊，就可以用這些筆刷，就很唬人。然後這幾支就是我經常用了，尤其是受光面。我做光暈的話，不只是會用噴槍，會用這種帶有材質的筆刷，看起來就很厲害。然後這幾支就是做過渡增加細節的，一樣是跟噴槍可以替換的用法。然後這幾個呢，也是一樣的用法，但是內容類似排線的，或者一些暗處也可以使用，作為透氣或者增加手繪感。然後這幾支也是排線的，只是可控性比較高。我在做一些最後的處理時，有時候會為了增加手繪感，會使用這個技法呢。我是看了黃光健老師的。然後就是一些小點的筆刷，這些小點是間隔比較大的，跟氛圍的不一樣，也是作為畫面最後處理的用法。反正就是裝逼用了。紋理的筆刷，我其實自己的筆刷庫有超多，但是用了就那幾個，其他的你們就自己嘗試吧。然後這個類別是新的，是我從柯一正老師那裡偷來的，但是我只存了一些那個風格比較主要的一些筆刷罷了。我看一些很多畫肖像的畫師都很常用，我不知道是不是柯一正老師的學生啊。像前面這幾支呢，就是起線稿的時候用了，後期刻畫的時候也會用，但是它會跟着你的筆旋轉啊，所以你就可以模擬那個鉛筆的感覺。這幾支的區別可能就是紋理的大小不太一樣。好，然後就是一些紋理特別明顯也特別好做起稿的類型。一般我看老師的過程呢，他也會用來豐富顏色，就用一些效果圖層什麼的。然後這一些也可以做起稿，也可以上色，甚至可以做頭髮啊什麼的。但是啊，我看他們一般用這個筆刷哦，它的筆刷大小都是放到蠻大的。我畫的時候啊，我放大，我的電腦卡到爆啊，我是真的不可以。你自己看那個錄屏都會有一點 lag 這樣。然後這一類呢就很帥，就很模擬鉛筆或者是炭筆傾斜時畫出的那個感覺。但是也是跟着你的筆尖傾斜角度改變的。老師一般會用這個來切邊，也會做一些過渡什麼的。我沒有記錯的話是啦，反正 B 站、微博都會有老師們的一些視頻。大家如果真的是想要學習一個風格或者是一些畫法啊什麼的可以花一點心思去找來看一看，然後去觀察一下他們是怎麼畫的。然後就到混合器畫筆的模式了。第一個呢，老師好像不怎麼用，這個是我結合我自己會用到的。我自己是覺得這個筆刷在混合模式下時畫出的顆粒感很漂亮，因為是粒粒分明的，但是顏色又不一樣啊。來了。這個是大家最愛的，也是老師最常用的一支，也是混合模式下的啦，畫出來也是很漂亮，而且過渡和畫實都是对，就非常好用啊一支。然后另外一支呢，其實用法應該也是一樣的，這個是我看李旺杰老師在很久以前的直播分享裡面用了。然後最後一個呢，是我看黃光健老師用了，這個是模擬油畫，這個模擬油畫真的一絕，但是它跟其他的筆刷用法就不太一樣，好像是跟現實裡的作畫是一樣的，要吸一筆旁邊的顏色，然後畫一筆，吸一筆畫一筆，吸一筆畫一筆啊，就很麻煩，但是很漂亮。然後差不多就是這樣啦。這邊是我已經整理過，我個人認為比較實用的。大家收筆刷的話，也可以有自己的思路，好像去分類啊、整理啊什麼的。那接下來就是實戰了，因為只是大概分享一下我用筆刷的思路，可以讓你們參考，比較有思緒，所以我就直接用臨摹練習了，就不原創了，原創太花時間了。我就大概講吧啊，就可以看到我前面用的就是那個氛圍的筆刷，就是比較塊狀，但是我會調它的色彩抖動，因為塗起來你就不用特別的再去加一點其他的顏色還是什麼的，它自己會抖給你看的。然後我就開始起稿了，我起稿就是用塊面了，然後可以看到我用的筆刷就是我剛剛說到的基礎筆刷那一支啊，就有2個很像的那個，但是我用的是那個對比比較強了。
然後也是有開色彩抖動。反正我起稿的思路就是切邊掐點，然後過渡的話就比較少。可是如果要過渡的話，你筆刷就要放稍微的大一點。可以看到這種比較細微的地方，它也是能畫的。就是你的畫布不要放這樣大啦，這個筆刷還是畫得進啊。但是就是你要用點啊，然後筆刷放大一點，不要放太小，就是它還是能畫很細微的地方啊。但是你真的要刻畫的時候，你就開始要換筆刷。哦，对了，這種點哦也是有技巧的，因為這個筆刷呢，它是那種你轉的時候，它的筆頭會跟着一起轉的那種，可是它不是傾斜，所以你要畫這種掐點的時候啊，你要按着就是你的筆點下去你的畫布，然後跟它要講形容啊，你就這樣，就是你要左右這樣小小的很細微的啊，那個掐點它就能出來。然後就是剛剛說到的那個可以畫頭髮的筆刷啊，就是在基礎筆刷裡面的啊，就是跟它粉一下，也是一個做一點細節暗示的方式罢了。可以看到這個時候林北的不耐煩了，我是真的用這種筆刷我真的摳不進，所以要怎麼解決？我最暴力、最粗暴的方式就是用噴槍，噴槍是最好畫進去的啊。但是你的畫不要那麼糊的話，你的筆刷就要放比較小啊。反正我開始掐這些地方的時候，我就開始用噴槍。當然也有一些其他的筆刷也是可以摳進去的，但是我覺得懶得去控制啊，因為我要快嘛啊。反正我後面也可以自己再疊材質還是怎麼樣了，所以思路都是一樣的，不要太就是固有思想。对，你是自由的。然後現在我一直在調他的五官比例，我真的已經不知道畫成誰了。不好意思，請問你哪位？很醜啊，我老啊，這樣子就好看一點了。然後現在又開始換一個比較好切邊，然後筆觸也比較自然的基礎筆刷裡面的筆刷。因為你用噴槍做的話，就是真的很單調很無聊。用這個筆刷就稍微有一點東西可以看啊，反正這些皺褶啊、什麼啊、細節啊什麼，大概跟它弄一下。但是這個畫布哦，不要放太大，放太大你就會摳進去啊就不好。這個手指哦也是跟它概括罷了，就是不要去細化它，对，它也會很花時間啊。當然，如果你這個練習是就真的是要學習手怎麼畫啊，就是整個人物的結構啊什麼什麼的，那你可以花時間去畫。但是我這個只是一個爽圖。這邊的髮絲呢，我就是用那個 KYZ 裡面類別的那個條狀的筆刷啊，就稍微跟它帶一下。暗示一下是頭髮，然後這邊呢，我就用那個基礎筆刷裡面，我剛剛說有色彩抖動可以加顏色，然後用點的那個筆刷啊，我就在這裡可以加一些非常 wonderful 的顏色啊，非常好看的顏色，反正就是豐富一下色彩那種冷暖的變化。我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我是想要徐克導演的那個青蛇電影的那個色調，所以可以看到我畫的色調整個就是青这樣啊。但是我是憑印象啊，我有點忘記啊，我又懶得找參考。然後一些背景啊，前面的一些氛圍啊、煙霧啊什麼的啊，我就直接用筆刷跟它弄一下，感覺很像很有氛圍這樣。這個時候呢，就開始加那些紋理筆刷的材質啊，就是瘋狂的加，你怎麼加你覺得好看就加。我這個時候就是純粹是自嗨啊，就是不管什麼結構啊、基礎啊、什麼正確性啊 ，I don't fucking care， 我要的只是好看嘛，對，沒有錯。但是我還是有一點點小的思路啊，就是在那種比較大面積的高光的地方啊，然後一些光暈的地方啊，我會往那些地方加啊。然後可以看到我現在就開始加那種排線的筆觸啊什麼的，然後最後再調一下那個對比。哎呀，反正也沒什麼說了，就是畫罷了，就是畫。然後就畫完了，總計時長是2個小時半吧，差不多。就我自己而言的話，我是覺得用這些筆刷，我可以縮短很多時間，就是做一些假的細節啊什麼。但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筆刷或者是我所謂的思路啊，其實是有一點點遮掩的，因為我要快嘛。然後很多東西都是概括罷了。如果真正想要進步的話，最好是把你要畫的東西畫清楚，甚至是你可以畫過一遍之後，真正認識到這個物體之後，它的結構是怎麼樣的，然後你再來做簡化，對，這樣子才是你真正有進步到啊，你真正認識到這個東西。然後呢，再次提醒各位，我說的東西呢，只是我自己個人而言的分享，並不是我這麼說就一定是這樣，又或是說你的做法或是說法就是不對了，方法是死的，人是活了。有可能你跟我分享你的做法、你的說法，我也是很受用啊，那我也會學習起來。藝術是自由的，所以不要被框着，要一直保持思考，或是你自己可以找到更加適合自己的方法。然後筆刷的話呢 ，YouTube 我會放在說明欄，抖音這邊呢我就可能會開個 QQ 群，然後大家就可以進去拿還是怎樣，反正就這樣吧，希望能幫你們了 ，Peace。